帅哥，帅哥，请问可以访问你吗？有新的小姐姐在拍照啦。武康大楼的最佳拍摄点就是这里了，不用跟人家挤，晚上更漂亮啊。这家是最有名的。如果来上海的话，一定要来这个。我左边那边比较可怕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多。来了，到上海了，来，那开始了。欢迎来到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。上海，录我干嘛？录前面。啊！对，那个怎么有点恐怖啊？大家都在这边拍照哎。哦。相当于小米跟红米的。这一间饭店是你订的吗？怎么样？上海本地人介绍的，他们说他们公司的枕头跟被子都是很顶级的，每个人都喜欢。你摸一下，好软好轻，枕头也是那种乳胶型409元人民币，蚕丝被，哦，所以盖起来比较凉。冬暖夏凉，很有名的苏州那边的。这间一个晚上多少钱啊？一间房平均下800到1300都有。上海人介绍说这边的品质很好，又不会太贵，但是有钱还是去住和平饭店。人一辈子还是要住一次和平饭店，去体会一下上海最有名的饭店。人家以前说上海什么事情都可以，大事小事可以打可以闹，但进到那个饭店，大家都给他老板面子，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发生，就很像那个捍卫任务，有这种感觉那个地方。有24小时健身房，还有免费自助洗衣的服务。免费的宵夜，这一间是本趟旅程最高级，他们那间最贵，豪华顶级双人房，最贵的一间。这个浴室，这个马桶，洗手台在这啊，嘿，房间很高级又干净的感觉。哇，银饰一幕很大。有一个很像按摩床的沙发，第二间房型，放衣服的，厕所，灯，哇，双床房好像比较大一些嘛，没有窗户嘛，真的是电视每一间都很大啊。开箱结束，还有一间，第3间房型一样哎。哇，荧幕很大啊，好多饮料，无糖茶、水免费，来到了他们的汉出，开箱一下他们的出汗24小时的健身房，哑铃区、跑步机，这是啥？划船机，一个壶铃，一些水，古老的电话咋用啊？这个？哇，这是古董，里面镜子，小小一间呐，哇，烘衣洗衣机，连洗衣精都有，旁边还有带洗衣物区、干净衣物区。就这样开箱完我们这次旅程的4间饭店啦，这一间看起来真的是最高级，地板啊、装潢、饭店服务、设施、健身房、宵夜、洗衣机那些设备都非常的丰富，价格可能是相对合理的。接下来就赶快去上海外滩看一下，顺便吃个饭、拍拍照。距离我们酒店走路3分钟就到外滩了。哇，第一次到上海呀！这个人潮，普通日子的人潮而已。这是星期一晚上跟跨年一样的人潮，太可怕了。还好现在还有风要不然会踢笑。在这边拍照要想办法先卡到位啊！周末千万不要来啊！给你那个2张30元，我们一起拍个合照。苹果的手机。那边那个人潮是怎样？
前面这一间就是和平饭店，任何人到这里都不能打架，只要碰到那个门或阶梯，人家就不能杀你了。我还有带。我小时候差不多好像就是长这样子，真的度过。在我大概30年前4、5岁的年纪的时候，我爸妈有带我来住。穿越那个重重的人潮，我们这一条是南京东路，来找点食物吃吃。现在买这少老酸奶，15元人民币。好啊，好喝啊！之前喝过那个安慕希，我就蛮喜欢的。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南京步行街，南京东路上。哇，全银的。哇，里面一条龙。炒酸奶。冰淇淋，炒酸奶啊，是真奶口味，好怀念，这很棒。炒酸奶，把它想象成有颗粒的冰淇淋，有很多果肉在里面的冰激凌。经过了一个晚上，我们今天在上海的一日游就是要吃遍这边的美食。我们今天第一站先来吃这个大湖村生煎包，米其林餐厅。他老板非常有性格，全都要找美女来拍他的那个这么难的动作，到底怎么拍的？年糕排骨、三丝春卷，这些都够。生煎包皮有点厚，应该只有7分的程度。排骨，这个甜甜的，还比较好吃哎，肉也穿嫩，但好像是在台湾就吃得到的东西。春卷，没吃到什么特别的味道，吃不出什么。现在我最期待的就是它的豆浆了。还不错，是微糖的甜度，有一种在喝奶茶的感觉。年糕，年糕，单吃没什么味道。这个就现在是早上10点多的上海外滩，跟昨天晚上的景就不太一样了。哇，最后一天了，扇子哥还是拿出他的扇子，在晒太阳的3个家伙。现在搭这个船去对岸，那这也就跟搭公车一样，我们要扫这个支付宝的行动码，所以大家要支付宝，不然这也可以付现金，2块钱，一个人支付宝也可以扫2个人，现在就由医生帮我扫。就是下面就是黄浦江了吧？船在漂移啊！那地铁在6号。哦，楼上了，这有2层楼啊，里面冷气还蛮凉的。我们刚刚错过第一班船之后，等了大概25分钟以后才来下一班，所以大家可以的话，先上网查好时刻表。因为我们现在走过去，我们的目的地要大概20分钟。现在10点多，太热了。应该扫看看这边的脚踏车，看可不可以骑。登录成功了。因为我们大部分支付宝都还没实名认证，所以没有办法租借这些共享自行车，只能靠安达一个人的手机租各个不同品牌的自行车。然后微信租个2台，在支付宝再租个2台。你看，这是一间公司，这是一间公司，黄色的又是另外一间公司。这边租了5台，因为我跟你的是一样的嘛，就1台支付宝，1台微信啊。所以1台支付宝，1台微信。靠安达一个人的手机啊！哇，这个座椅怎么那么矮？嘿，导航哥，没有手啊！你给我下这种地方。哇，这刹车也太松了吧！哇，天气好好啊！刚刚有一种很像在台北市区骑脚踏车的感觉。接下来要用他的一只手机去扫所有的车来还车。先确定好每一台都还哦。你的现在来到一个金融市区啊，我
爸爸刚刚那个骑脚踏车行程怎么样？累死宝宝了。世界都给你跑那么快，他妈追都追不上，我脚慢一点啦。这可是台大练出来的，台大大学4年都在骑车呢。不过我很好奇，我们现在到底是要去哪边呢？什么陆家嘴3件套，拍个照就走了。观光客行程，没来过上海，要去拍个照。就像台北的信义区那种地方啊，就是101那种地方。在这边上班的都是最顶级的白领。放饭了，出来吃饭了。这三个要一起的，这3栋就叫做陆家嘴3件套。外面那个到陆家嘴站6号门出来。东方明珠啊，陆家嘴3件套啊，好了，收集完了。你看这边现在很像一个刀削，这个很像武士刀的刀削，意义就是在风水里面什么抗衡，把哪一把剑收鞘的意思是吧？3件套啊。现在时间中午11点45，我们的法海大师又失掉了，要进去吹冷气一下。天堂啊，好爽啊！有冷气啊的地方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好爽啊！这里真的就跟101一样，刚刚倒立后烫伤的手，好痛啊！我们打车到国际港务大厦旁边这边过来，就可以看到上海3件套，就是这里啦。网红景点，从这个隧道直走过去就可以拍照啦。那边有很多小姐姐，为了排除后面那个东方明珠跟上海3件套，就从这个隧道这边拍过去，觉得很漂亮啊。拍合照了，拍合照。这里是啥地方啊，安达？年轻上海人来的地方，比较新颖的。哦，晚上会不会比较漂亮？肯定的啦，上海都是要夜上海，夜上海一定是晚上的啦。白天只有我们他妈那么傻来这边。树荫蛮多的啊，这些建筑好像像欧洲的感觉啊，前面有一点中国风的感觉啊。周杰伦，你看海报多大的？看到了。上海的 Shake Shack， 下午茶，进去吃个下午茶。我尝试。很像饮料机的洗手机啊，它会先给泡泡，然后再给水，向左施开啊，向左。快再一张，快点买，就是我们的小卢想念很久的汉堡，不想吃的人在这里。原来是修一啊！啊，好吃是在它的肉是吗？菌菇的最好吃，它香菇的这个超好吃的。我之前在日本吃，我也是觉得那香菇的很好吃。没错，不能吃牛的家伙，因为台湾没有，所以特别在这边吃一下这个。这个很像摩斯汉堡那个摘鲜芋，外面都是用生菜包的，它没有面包。我刚刚一咬啊，那个肉还是我人生最好吃的前3汉堡肉。吃饱后再走走逛逛，好像就是台湾的那种信义区的感觉，比较多年轻人在这边闲晃。因为我们有5个人，所以我们就打了商务车。一般的滴滴打车的那种轿车，起步价是14块到16块人民币。这种6人座的车起步价就会比较高。我们刚刚那一趟搭大概15分钟吧，就55块人民币。这边很多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官的房子，这里是武康路。他们说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民国街，很多那种民国时期国民党的那个时候的那些官员都很多都住在。哦，宋庆龄故居啊！你现在去武康大楼的正面网红打卡点，来都来了就要来了嘛。哎呀，拍照打卡点。哎呀，拍照点是那里啊。所以是拍这一栋，是不是里面都还有住人啊？是啊，那这样每天都有人在外面拍照，是吧？衣服就不能晒外面，窗户也不能打。拍这里，后面了。哦，这边就2个拍照点，第一个在这里，拍那边去发挥吧。另外一个在那边，很多太阳照到的地方。拍到了，拍到了。另外这个角度看一下，哎呀。人家说一定要在这个啦，这个红色的，红色砖，摄影师站这。
在这里。哎呦，帅耶，真的有帅。武康大楼的最佳拍摄点就是这里了啊，不用跟人家挤啊。对，看那边，看那边。怎么样？刚刚是要介绍这一栋建筑吗？那为什么它这么有名呢？网络炒作出来的一个网红店。开玩笑了。我们下一个行程是什么？城隍庙，豫园跟城隍庙，它是一起的。对，然后在那边待到它点灯。那我们来体验一下这边的公共运输，地铁。你的仙女姐姐。好了，来搭地铁了。这里的地铁站没有手扶梯的嘛？这边的地铁行李包包都要过安检。出示支付宝的上海公共交通搭车码，这个就可以搭船啊，搭地铁、公交车，公交车就是巴士啊。好，请进站。哎呀，通过了。咦，台北的基隆路啊？啊，我们要搭到豫园。上地铁了，哎呀，来到上海不要装有钱人，搭什么豪华6人座啊，花了50块开30分钟车，地铁2块钱5分钟就到了，事情还有冷气吹。来上海是搭地铁就对了啦，先把支付宝那些认证办好了。这个100多块钱搭那个3个鬼地方，真的是去上海地铁有15条线呢，基本应该可以通到完了，可以通到台湾去嘞，基隆都可以到了。到了豫园商店街，然后豫园跟城隍的地方是连在一起的，它建筑很新哎。那间就是上海老饭店，这边名店，但是茶评价没有很好，就是给观光客去的。这边都盖得很稀花哎，往回看一下，啊，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广场啊。这里很难想真的是好串的法海啊！手掏鸭要喝老酸奶吗？要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哦，这一条很漂亮，古色古香的建筑，漂亮啊！哇，为什么停在这里呢？因为这间冷气好凉啊。进来这里会好像以为来到古代，大家都穿着现代的服装，到外面在走，很像武侠风。来到这边的感觉好像，自己有几两银子在口袋，准备去怡红院玩一下这样。不是吧？哇，这走出来还有这个河哎，哇，这个桥，在豫园这边有很多穿汉服的人在拍照，像这样。哎，不是你呀、去！啊，对，好看。看得我一直想说怡红院在哪？城隍庙已经关馆了，只能在门口拍个照了。可以录一下你们这趟旅程的感想吗？很热。最有印象的都是小镇、古镇。我们在小桥流水人家，看了就特别凉。还有那个美女画面的，就不用讲了吧？那有没有你最喜欢的美食？就是撸串。还有我们那一天在苏州去武林夜市吃的那个大的羊肉串啊，那个真的很倍儿棒。这一趟旅程你会给几分呢？9分，这么高啊！是。安达大哥怎么样？上海我来过，苏州、杭州不错，可以去的。最喜欢哪一个古镇？南浔比较简单一点，乌镇好像太小了，太多钱了，我那个进去要钱。就天气差了一点。对，就是太热了。帅哥，请问可以访问你吗？这次5天4夜最喜欢哪个景点？我喜欢，我就是觉得很酷啊，我喜欢这种风格啊。那最有印象的一个景点呢？都喜欢。哦，只是天气有点热了，下次选冬天了。来到我都没胃口。想必你这几天应该瘦了。脱水。年底的瘦身计划有机会成功啊！为了可以滑雪的时候起身轻松一点，满分10分，7分吧，7分还有，要不然呢？怎么比土耳其没高多少啊？天气太热了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好
了，这5天4夜的苏杭乌镇跟上海之旅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整趟旅程大概会给到9分，因为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这种中国古城镇的建筑，尤其是那晚上的湖边运河夜景，太漂亮了。加上在白天的时候又有很多仙女穿着汉服在那边外拍，看了就心情很好。而且这边的物价、交通、美食、外送都很方便又很便宜，期待下次再来玩啦！给大家参考这次的行程，拜拜。现在我们的城堡王子的爸爸还要请我们吃米其林1星餐厅了，搭上了豪华车。这个吓人啊！这个传说中的蟹黄灌汤包，附一个吸管来吸汤用的。各位观众，现在上场的是多颗米其林1星的餐厅，先拿一根吸管咚进去，咚放进去，哇，打进去汁都出来了，哇，流出来了，全都流出来了，哇！他吸了一口，160块台币，感觉砸地。好浓郁的蟹味啊，鲜甜的蟹黄汤包，那种生味不会很强烈，可以。有对得起米其林1星吗？我给他8.7分，有够北七。灌汤包里面长这样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！蟹黄汤包，晚上的芋圆超漂亮。可恶，要换长焦镜头啊！还会变色灯光。晚上更漂亮啊！虽然刚刚做完 ending 了，但是发现晚上的芋圆实在是太漂亮了，一定要待到晚上。这边的灯光布景有点像那个松仁威秀的13楼那边那个大道城街嘛，是那灯光啊、装潢已经有更新过了，非常有中国古代建筑的老街感。如果来上海的话，一定要来这个晚上的芋圆老街。练下体的力度，增强时间。有一个印表机，要开门吗？啊，外送送到房间了。我正在工作，请不要打扰我。好着急啊！他走了。拜拜。我想搞东西吃了。是一个这种 AI 的声音，您的东西到门口来开门哦。我以为是柜台打给我。没有，机器人打给我。晚上的芋圆，看看那个小姐姐们。你有看到那个灯吗？跟着音乐。没看到。安达，现在带我们来这栋什么大楼啊？大丸百货，他说有那个旋转的手扶梯，希望我不要被骗。好像没有很对劲的感觉哦。原来就是这个旋转电梯啊！就是为了进来拍这个旋转手扶梯，拍完就闪了，大家自己斟酌一下，花5分钟进来拍拍照，顺便逛个街。